What's up, everybody？ 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3个职业选手与业余球友动作上的差异 ，Driver 篇。那今天呢，第一件，我们会常看到啊，像职业选手他在上杆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他在上杆做旋转，肩膀的这些部分，肩膀转动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他会做一个大量的旋转。但是呢，在业余球友身上，我们会看到他在上杆的时候，通常会变成像这个样子。我相信镜头前的各位应该也蛮有感觉的，就是你在上杆的时候，时常会感觉自己的转动非常的不足，或者说你在上杆的过程，你会觉得手要出非常多的力量，才有办法拉到那个上杆顶点，会觉得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像职业选手一样？这么轻松的做出一个漂亮的上杆，那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肩膀转动。记得我们在上杆的时候，一定需要让自己的整个肩膀做一个大量的旋转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在影片中我整个肩膀已经转过来了，你会看到我整个坐后背的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要怎么进行这项训练？你可以放一个瞄准棒在地上，可以把它放在我们右脚的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第一个，你的球杆就抱在身上，所以在转动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像平常一样这样子做旋转，在原地旋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我的转动是非常不足的，就会卡住了。那我们希望在上杆的时候，我的整个转动过来的时候是慢慢的转过来，然后这个时候我的球杆也可以对到地上这个瞄准棒，这样呢，你的整个上半身的转动才有足够，才可以制造出更多的力量。让你的距离啊，然后呢击球啊都会变好。那距离的部分，因为你大量的转动了之后，你就会提到，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嘛。那为什么击球会变好？因为呢，在打 driver 的时候，我们会希望击球的效果是怎么样？希望它是由下往上去击到球。所以，当你如果有转动过来之后，你的下杆的时候，球杆可以比较容易从后方往上去击到球。那这点在 driver 里面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有些球友他的距离打不出来，其实不外乎他比较多的方式是用由上往下，像打铁杆的方式，比较砍下去的感觉，所以他的后旋量啊，然后呢球的高度啊都会不好。好，所以透过这项练习呢，我们可以去训练自己增加肩膀的旋转角度。然后记得哦，你在转动的时候有一点蛮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从侧面看一下，正常我们标准在转动的时候会是像这样，所以看这时候我的握把位置它其实是会在下面的。那有一些球友呢，他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会变成像这样在转动，整个上半身变抬起来，那这个就会影响到你的整个轴心的角度，就会影响到你等一下的击球效果。所以注意好，上杆的时候我们的转动，慢慢的转上来。像这样子，那我们会看到有些球员他在上来的时候会变这种感觉，那这也会导致他在下杆的时候，整个挥杆路径会比较怎么样？如果他这样子，他就只能这样子下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就会是大家看到比较砍击的方式，而且轨道会是走outside的路线。那我们希望在上来的时候，我们是把整个肩膀刚讲到把它转开来。那你看这个时候我的手位置跟刚刚整个身体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，当然我们在侧面会没有那么清楚，可是你可以看到整个下杆的路径就会不一样，我就可以从比较浅平的角度由下往上去击到球。那以错误的方式呢，它就是会变比较像这样，然后呢就往下看下去，所以会比较难击到球。那我们来做一次正确的示范。所以要注意好上杆的动作，肩膀的转动。那再来，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髋部的旋转。相信许多球友他在上杆的时候呢，一定都会有一个误解的地方，就是
会听到有些人说你的下半身要稳定好吗？结果它就真的会非常的稳定，真的很稳定，像是这样。那你会看到这个时候我的肩膀怎么样？其实跟我们刚刚第一个提到的动作有点关联性哦。你看我的髋这个时候在上杆不做旋转，那我的上半身整个旋转就受限了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会希望在我转动肩膀这件动作之下，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会跟着要转动，就是髋的这个位置，所以它必须要跟着一起去做旋转的动作。那这个时候你看到我的上杆就变得不一样，就不会像刚刚整个是卡在这个位置，然后那我这样子上杆是不是就会很多手的感觉，就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完整的旋转？所以你看到一个完整的旋转啊，在上来的时候，髋这个位置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的右大腿把力量支撑好，膝盖尽量维持好，不要把它整个打得太直，也不要变成是往下蹲下去，都不要用。所以膝盖维持好你一开始设定的感觉，然后呢，把你的髋转开来。那你可以看到侧面的时候，我的右脚的动作就比较明显，就是记得不可以把右脚整个边往后打直，或者是往下蹲下去了，这都会造成你的身体不稳定嘛。所以尽量把你的右大腿支撑好这个力量，撑住，然后呢，慢慢的把身体转开来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髋部是整个旋转开来的哦，然后呢，整个力量就会锁在你的大腿内侧。好的，那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最多人犯的问题了，就是呢下杆击球时的球杆释放，也就是 release 这个动作。那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球友啊，他会变成像这样子，在击球的时候会变成把手往上这样拉起来。所以你看，这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？我们最常见的击翅膀，那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球杆面，它整个是会朝着天空的方向，所以你这个时候要么球打得很高，要么就出现大 slice， 所以整个距离就下降非常多。我相信这一定是许多业余球友的困扰啊。那我们希望正确动作要像怎么样？在下杆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它是有一个转动过去的动作，这时候你的球杆才可以做一个回正，然后呢也才可以释放掉力量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其实它非常的关键啊，因为有些球友他我很少拉上来变击翅膀的动作啊，但是为什么我还是会没有办法做到教练你说的这个动作？因为我们的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其实非常关键哦。你要注意，我们的手在转动的时候，它是像这样子在旋转的。OK， 那有些球友呢会把它做成怎么样？就像我手一样有在动啊，为什么他不能没有办法做到？因为他的手是像这样在动的，变成它是左右的，就是由我们说勾起来的这种动作。那他拿球杆的情况下，就变成像这样。所以我们看看侧面哦，如果他一样是做这个动作，其实他勾起来的时候，他的杆面没有非常的关闭哦，一样也是朝天上去。所以像这样的人呢，他打到的球一样也是会飞得比较高，而且一样还是会有 slice 这个问题。所以要记得我们在下去的时候，手是做转动的这个动作，转动，这样子你在击球的时候，杆面才可以做回正释放，然后击到球。那搭配上球杆呢，它就会是像这样。OK， 有看到吗？所以这三个啊，它的差异是不一样的哦。就是刚刚第一个手拉起来变击翅膀，跟第二个它是用勾起来的，跟我们正确的这个第三个，它是做一个转动过去。所以我们也看看侧面，转动过去的时候，你看我的杆面其实角度就不一样咯。它就杆面是指向着地面的嘛，就不会有像刚刚击翅膀这个问题，或者是勾上来这个问题，杆面都是比较朝向上方的。那击出来的球效果也不同。我们可以先看看错误的话，它会怎么样。好了，那看到刚刚就是击翅膀错误的示范。
那勾的示范呢，我们这边也示范一次给大家看看。可是因为从侧面的话不容易看到，我们就透过刚刚正面录影的那个，自己去了解一下勾的话动作大概是怎么样。所以如果像勾的话，它在击到球杆就会比较有点像这样，所以看我的球就会比较高，然后呢又带有 slice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情况的球友呢，他通常会觉得他的手是有在动的，只是动的角度错了，所以呢导致他误认自己的手在动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效果？就是把球杆释放回正的效果没有出现，因为他错了角度嘛。好，那我们看，如果下去的时候杆面做转动 release 这个动作之后，我们的击球会变成怎么样？你可以看到我的球出去之后，虽然它出球在右边哦，但你看它会开始转动回来到左边，就是会有一点小 draw 的这种球路。那以 driver 来讲啊，如果你打出小 draw 的球路，我们之前在影片中也有提到，你的后旋会怎么样？整个会降低。像刚刚我那个后旋它只有1700多而已，那你打高的那种后旋，通常都已经到了3、4千以上，所以其实整个距离上啊，都已经落差到非常大。尤其你可能速度是同样的条件下，你的后旋一有差异，整个距离可能会差到20码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大家在击球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注意下杆 release 这段的动作。我觉得这段是非常多球友的问题，这也是非常多球友为什么没有办法把距离打出来的原因。我相信透过以上3点，大家回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动作。如果你有这3个问题的话呢，可以从我们刚刚的方式里面一些小 tip 里面去做修正，然后呢，可以多看着镜子去做一些空挥的练习，去比对说，Kevin 教练说的第一个肩膀的转动有没有转好，髋的转动，然后下杆的时候我有没有正确的做出一个释放的动作。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动作，或者用手机录影，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。如果真的还不会的话，就来找我上课吧。以上3点呢，就是职业选手与业余球友最常见的差异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，赶快去检视；如果不会的，赶快去找教练。那今天呢是木杆篇，再来我们出一个铁杆篇，也是最常见的问题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你们 Kevin， 下期见。